真的真的，我都知道，从小到大，我爸妈都因为这打我，有吗？有，我爸妈一看到我咬指甲就拿筷子敲我，教你啊，就是会下意识的就去咬。那我从小到大，我是一个自己长大的人，对，爸爸妈妈都比较忙啊，对，都没有太管我，而且可能也是因为个子比较小，如果个子高的站在我面前，我觉得你很羡慕他们。羡慕是有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觉得好感觉被威慑到的感觉。对，就不知道就一些心理活动。你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自己跨过了那一段？我觉得应该是有了《大鱼》之后，就我的一首所谓的代表作之后吧，就会很多人会说，我好喜欢你的《大鱼》，就会觉得哦，我唱歌是能够被别人说好喜欢的，而且是看到我之后告诉我很喜欢你，我觉得那一下的认可是很巨大的。是不是每个人一定需要别人的认同才能长大呢？大家好，我是108线演员冯玉。曾经的我为了不一样，横冲直撞到迷失自我。我以为只要到了台湾就会有机会拍到戏，看了无数片尾，抄了无数号码，给制作公司打了无数电话，终于得到了录一期节目的机会。2012年12月，毕业4年了，一个社会大学都念完了，有时候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人生。比如你想成为一个演员，你可能觉得去横店、去北影门口蹲个3天3夜，每天捧个窝窝头，用忧郁的眼神，就会有导演看中你。哇哦，你就是下一个梁朝伟。但其实很多时候，年轻的想法可能只是欲望，不是真实的理想。2018年3月，谢谢。哇哦！我也很好奇，你在台湾后来上了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特别想上大学生了没有？所以我疯狂的给制作单位打电话。但是，就是你准备了很久的一段东西，但是在那个节目里并没有得到呈现。对。你觉得你准备的东西都是很容易抓住人的眼球的？对，就是1秒钟变格格，我那有差不多这种东西。对。是因为那样子东西在那个时候是流行的吗？还蛮流行。那个时候非常流行这种好玩的、有趣的东西。你觉得你自己做过最努力的，然后可是最失败的表演是什么呢？比如说吞拳头啊。我小时候也做过，你现在也会？对，是吗？他也对，会。跟朋友在一起，你会吞拳头，会比较容易让大家就是他20多岁取悦朋友那阶段，他就天天在 KTV 吞拳头。吞拳头啊！你会，因为他看起来就真的很能吞。因为当时真的为了要练吞拳头，我可能就这里也会就会破掉。真的假的？那个医生说那个关节会发炎。哎，来，是我们吞过拳头。后来我录了很多综艺节目之后，发现很多所谓的很特别的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发现每一个人都不特别了。我突然讲到一句话，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你自己？不是自恋哦，是你喜欢你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你喜欢你自己是这个性，你喜欢你自己吗？我有一次生病啊。其实那个脸色也很难看，很累，很糟糕，情绪已经低落不得了。后来我想说，我就这样下去吗？后来我就站在镜子面前，我看到我那张很可怕的脸的时候，这个身子陪伴了我一生哎，我怎么可以不喜欢他呢？我就告诉他说 ，I like you, I love you， 我很喜欢你。我就是从那天开始，我每天这样对我自己讲，后来我的身体就慢慢就逐渐好了，知道。我觉得爱自己很重要，不要老去看别人。哎呀，他有好多好的，哎呀，我希望变成他。哎，我想，其实你的身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你自己都没有看到，会不会呢？所以这2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回归我一开始想做这个行业最初的东西，而不是说我成为一个别人希望我成为的一个人。谢谢你，谢谢你。大家好，我是龚凡，龚字真的龚，不平凡的凡。
那今天呢，要带来的这个文本是我在高一时候的一篇日记。2005年3月9日，从开学到现在，我被班主任、生物老师、政治老师还有年级组长轮番教育，可屁股长钉子的老毛病到现在也没有改掉，而且我也不想改。人终归得自由。我更搞不懂的是，我堂堂一个好学生，竟然又被停课。但让我烦的是，为什么又是请家长？老师们都一样，有事儿没事儿就知道跟爸妈们开个茶话会。我还不知道，这次是爸妈一锅端全来了。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追究了。如果真要追究，这一个本子都写不下，哎，真无趣。因为我是一个就是那个时期经常会去跟老师对抗的学生，原因在于我不喜欢他用同一种风格去要求所有的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就会特别渴望证明自己。我认为龚帆和我们之前分享的人不太一样，他身上是从小有优越感的，所以说实话，你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懂你在说什么的，但是我没有共鸣感。但是即便是一个如此看起来很有优越感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孩子，面对的是请家长的一些问题，我是不被老师认可的，我所有的认可是来自同学们。就是我会给一部分同学讲课，我属于数理化这些就考满分那个样子，所以就收一帮徒弟给他们讲课。对不起，龚帆，我收回刚才我的结论，我们的不同不来源于我们的成长背景，来源于我们的智商的不同。但是那个阶段，就现在看起来，真的就是叛逆，自己想要追求叛逆，但实际上自己骨子里不是叛逆的人。他就是天生有一股那个我有一些不同的。我不想把它定义成叛逆，原因在于我清晰的知道我每一个事情做的背后的目的或者思维的逻辑是什么。就我刚一开始跟老师产生一种对抗，我会觉得是老师不太懂得因材施教。我很赞同你的某一些说法，可是呢，我也就在想说，如果今天我做的一屋子全部都是老师，我们或许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教学的某一些困难。好，我们还有一个，我看到刚刚，你也想问，对，来。因为我原来是学教育学，作为老师，我们是要给学生一个范围、一个框架的，你可以在这里面自由，但是你不能出去。其实是在保护他，对，其实在保护你，所以学生对老师是有很多误解的，总觉得你的老师怎么这么凶啊，是框架我。所以是需要有平台让师生之间沟通的，对不对？真的是真心真意的为学生好的。